这个云起大婚当日被揭露了侯府假千金的身份，还对将军下媚药，现在上吊装死也晚了，将军肯定会休了他。等一纸休书送到侯府，他就完了。我堂堂大圣朝权倾天下，豢养面首无数的昭宁长公主，一睁眼竟穿到了区区本公主的画本里，变成了同名同姓的恶毒反派永安侯府嫡女云起。因被揭穿假千金身份，手段下作被夫君休弃，最后自缢在房里，死后无人收尸，甚至被丢进乱葬岗。而那位真千金自此扶摇直上，成就一代佳话。来都来了，我就绝无可能让自己落得个死了都没人收尸的下场。往后的路，本公主亲自踏，本公主的命运自己持笔。他怎么比早上变了副模样？哼，这是要故技重施。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，胸无底墨的草包，只会用下药这等龌龊法子，将军肯定会休了你。心疼霍萧，你也配？霍家门风端正，你这样以下犯上的奴才怎么惩治来着？杖打石棍，逐戳侯府。夫人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敢了。听说霍萧回府，去给我传个话，在他休妻之前，我要见他。是，夫人。前世在长公主府，阅尽美男，面首无数，倒没见过这般冷厉难驯的男人。你要见我，做什么？这又是场哪出戏？是想在我面前卖惨，求我不要休个他吗？将军，苦肉计对我无用，你不可能再留在将军府。将军一定要如此无情？你绑我？京城人人传我生性放荡，将军不是听说了？既然担了这名，不如现身说法。再说，我与将军乃是明媒正娶，夫妻敦伦，不是天经地义。再晚些若不是了，那现在更该抓紧机会。毕竟像将军这样好的男人，可不好找。将军，面色虽冷，这里却是热的。你疯了！将军，小姐，老夫人过来了。我还有更疯的。小二，快开门！那贱妇对你做什么呢？老夫人，将军正和夫人在房内说话。这女人浪荡至极。小二，快开门！你再不回话，我就进来了。别进来，我与她有要事相谈，母亲不必忧心。我们走。够了。不够。2年前将军大胜归来，我在街上一见将军容姿，银枪铁马，路遇小儿，将军勒马时转头看了眼百姓，从那时起，我便心悦于将军。你所言是真？这是什么？被抓包了，这什么破法簪，这么滑？这气味，你果然又对我下药。好一个一腔真心，云起，你好得很。这女人满嘴谎话。我只是想和将军的第一次多些情趣。休书明日就会送到侯府，你收拾好东西自行离开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再无瓜葛。被休了，
这可太好了！我可是真吃过国宴，真让我下半辈子守着一个男人过，还不如开局就被抛尸乱坟岗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奴婢是小姐的丫鬟，理应跟着小姐。小姐逝去是留，奴婢自然要跟着。如今永安侯府嫡女另有其人，你还要跟着我？那也要回府听老爷夫人发落。在此之前，小姐一日是小姐，奴婢一日是奴婢。我从前对你并不好，小姐只是脾气差了些。当年我娘病重，是小姐允我出府照料，我才能送她最后一程。原身嫌她哭哭啼啼烦扰，随手挥了挥准她出府，不过是图清静，却被这丫头继承了恩情。那你便同我一起回去吧。侯府待会儿才是有戏上演。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先是被揭穿冒牌货，如今又被休弃扫地出门，满京城都在笑我侯府错认千金，养了个不知廉耻的东西。爹爹，娘亲，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爹，这个云起恶毒至极，若是他敢回来，我们侯府也直接将他赶出去。老爷夫人，那位被将军府赶出来的回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侯金枝玉里的嫡女吗？某些人不会还以为自称是高高在上的侯府小姐吧？竟还有脸回我们永安侯府来？兰香作为原身多贴身婢女，除去阿愁，多年来便属她挨的责骂最多。此刻身份倒转，便想抓住机会落井下石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我的名字还在永安侯府的族谱上，而你不过是签了卖身契的贱婢，也敢在主子面前这样讲话？你以为自己还是大小姐？你不过……只要族谱还未将我除名，你就得跪着叫我一声大小姐，懂吗？随我进来。真是反了他了，把他给我带进来！爹爹，娘亲，你闭嘴！你根本就不是我们侯府的血脉，也配叫爹爹和娘亲？那我该叫什么？假爹、假娘？枉我侯府多年将你当成掌上明珠，却没想到你本性如此恶毒卑劣。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侯府断不会留你，给我滚出去！爹爹，你没事吧？原来阿愁长得也不丑，穿上我的衣服还挺好看的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怎么还敢叫我阿愁？爹爹和娘亲要赶我出侯府，不妨先看看这个。你写的这是什么？你疯了！回17年3月27，暗结太子洗马陈玄策于城西朝来客栈密商结党事宜。永回22年4月初9，私自窝藏被通缉的侵犯，并资助其逃亡。你写的这些事情，我何时做过？爹爹确实没做过这些事，因为这都是我胡编的。可若是这些罪状由我口中传出，传到皇上耳中，就算皇上心中存疑，也会对侯府生出嫌力吧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并不多，只要侯府对外宣称收我做养女，府里上下继续称我大小姐即可。做到这些，女儿自然不会在外乱说，自然我也是个识趣的人。西偏院的竹影轩就挺好，我腾出来的启光院二妹妹住正好，我身边只留穗禾一人伺候就好，不劳烦府里其他人。你这白眼狼，侯府是白养你这些年，就该一棒子打杀了。白眼狼，留不得了！爹爹该不会真想杀女儿灭口吧？爹爹养我多年，想必不会如此狠心。更何况，我既然敢开门见山和爹爹分说，自然也是做了另一手准备。没想到养了多年的不是白眼狼，而是难缠的虎豹豺狼。不知爹爹考虑的如何了？罢了，便依你所言。那爹爹、娘亲，女儿就先告退了。爹爹，爹爹。小姐，里面又脏又乱，你坐这儿等会儿。都已经沦落到住西院了，还摆这种大小姐架子。云静晨，郑姨娘的儿子云静晨。话本里，郑姨娘原是江南巨富沈氏的独女，被拐子拐卖，沦落为婢。原剧情里，原身对云逸晨百般折辱，
心地善良的云溪月却如一道光照亮了他。未来，他从祖父手中继承的万贯家财，都将心甘情愿捧到云溪面前，任他选用。正缺钱，就有个未来躺金流银的摇钱树弟弟送上门来了。你特意绕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嘲讽我？不过是老天有眼，恶有恶报。不久前还居高临下的骂我是贱种的侯府大小姐，也落得这般下场。云逸尘，你不想知道你母亲被发卖到了哪里吗？你知道我母亲在哪儿？我知不知道，取决于你的态度。你若是真想知道你母亲的下落，今晚亥时来我房里找我。不想来，那就哪儿来回哪儿去。这语气，上位者轻慢的施舍，这个人根本没有那么好心。就算知道母亲的下落，也不会轻易告诉我。你叫我过来做什么？穗禾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过来，跪下，跪下，给我擦干。我可没说是要你用手巾擦干。他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哪怕他落魄了，还这么高高在上。生气了？没有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当然不可以。你该不会以为我叫你来只是擦个脚吧？你还要我做什么？来之前洗漱了吗？洗过了。那就上来帮我暖床。你知不知道在说什么？这破天气太冷了，房间连个暖炉都没有，我会睡不着。你上来帮我把被窝捂热。弟弟给姐姐暖床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愣着做什么？上来。男人最新鲜，女人就安全不过，人心弱点，开始总是手世界，心心念念里情和我。好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他果然只是把我视作暖床的物件，用完就丢。走的时候把烛火熄了。你何时能告诉我母亲的下落？看我心情吧。这是说今后要一直如这般任他差遣？你怎么了？胃疼。好端端的怎么会胃疼？你晚上什么都没吃？我就是饿着，也不吃这种东西。自找罪受，活该。这是担心我。你之前惯吃的不就是这种点心？这会儿厨房没人，我去偷拿的。你不怕被人发现？发现便发现，左不过父亲又骂我上不得台面罢了。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啊！我只是怕你还没说出母亲下落，就先噎死了。小姐，要不多少吃些吧，别饿坏了身子。不急，再等等。你吃这个。小姐，三少爷怎么会把他的餐食给你？自然是他怕我又不吃早市，胃疼了呗。要知道以前小姐欺凌过三少爷多少次，三少爷不怨恨小姐就算了，竟还会把自己的餐食换给小姐吃。你也吃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请您去趟启光院。哦，不是昭月院。这院子昨日才易主，今日院名就换了，倒是生怕旁人不知道，如今云溪月才是侯府真正嫡女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知道了。走吧，去看看。姐姐来了。
你叫我来做什么？这屋子原是姐姐的，这些衣服和首饰也是姐姐的旧物。娘亲说都归我了。姐姐名义上还是侯府大小姐，总不好太落魄，传出去侯府的脸面也不好看。侯府千金当了不到1天，适应的挺快，这就为侯府脸面着想上了。这个云奇怎么敢？明明我才是侯府千金，是这院子的主子。姐姐误会了，我是怕姐姐不适应，想让姐姐留些念想。姐姐若是不喜欢，便算了。是妹妹不好，不该提起这些旧物，惹姐姐心烦。谁说我心烦了？我没听错的话，你刚说让我挑喜欢的衣裳首饰带走。是。穗禾，去库房寻个最大的麻袋来。是。麻袋什么意思？去将衣柜里的衣裳、妆台里的首饰，还有名贵瓷器摆件全都给我装起来。是。姐姐这是做什么？妹妹如此体贴，我自然不能辜负你的好意。这侯府千金的体面都在这衣柜和首饰盒里了。妹妹放心，今后我定打扮的与妹妹一般贵气，绝不落侯府的脸面。可我说的是让姐姐只挑几件喜欢的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啊。难不成妹妹觉得我从前把它们摆在屋中是为了碍眼的？本是为了羞辱她，她居然尽数抢去，日后我在下人面前还有什么脸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二哥，二少爷明鉴，我家小姐心善，让大小姐挑些旧物带回去，没想到大小姐竟拿来麻袋，要把所有的衣裳首饰全都带走。云野，你怎么能这般不要脸面？你怎么好意思把屋里所有东西都拿走？我为何不好意思？这屋内东西本就是我的。二少爷既然这么心疼亲妹妹，理应给亲妹妹买新的，莫不是要让侯府金枝玉叶的嫡女穿我穿过的衣裳，戴我戴过的首饰？这不是丢侯府的脸吗？属于你，这些本该是属于月儿的，是你从前鸠占鹊巢，你还有脸大放厥词？是我哭着喊着要当这侯府千金的，怪就怪你们侯府众人审查不严，让人钻了空子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受害者？谁家受害者当成他这副样子的？小姐，有了这些金钗玉纱，您就不用穿那些破衣裳了。来，把汗擦擦。小姐坐着歇歇，我这就去把这些首饰归置妥当。挑挑，喜欢哪个就留下。小姐，奴婢只是下人，怎么配得上小姐这些华贵首饰？谁说你配不上？你值得这世上所有好东西，剩下的拿去当调换成银子。小姐，这些可是极好的首饰，再好的首饰衣裳也填不饱肚子。明明是个攀附权贵的俗女，为何一闭上眼，脑中竟全是她的模样？眉目含笑，一喜一嗔，好似勾魂摄魄的蜥蜴，难以自顾。他如何了？回禀将军，云大小姐回了侯府。事情败露，她竟没被赶出侯府。但此时说云大小姐她去了南风馆。云气，你好得很。这位小娘子，您是？我想见你们楼内的齐公子。这恐怕不行，我们公子从不见客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能对上公子的上联。我们公子只见志同道合之人，若您对得让公子满意，或许公子愿意与您见上一面。不过我们公子给出的上联，至今还无人能对上，不知可否一看？可以。的确难对，劳烦取纸笔来。您这边请。孤鹤疏云，断雁横秋。三更漏箭暗催愁，残缸照壁，热酒飘开万火冰。呈给你们公子。七皇子楚齐身有腿疾，化名齐卓，隐于树玉楼，不久后便会恢复皇子身份，权倾朝野。这样的靠山必须握在手里。小娘子请，我们公子邀您见面一叙。有劳了。齐公子，鹤云破月，热酒融冰，对得好。我听李管事说，对出下联的是位少女，姑娘比我想象中要更小一些。公子也比我想象中容色更加惊艳。哼，这是我为姑娘热好的酒，姑娘可想尝尝？这酒很香。这酒青梅进了3月春露，蜜盖伴着松针蒸过，最后用雪水封坛埋在梅树下，闻着清甜，入口像含着团软云，实则能让人醉得骨头酥软。姑娘切莫贪杯。
姑娘想见我，所谓何事？公子想听实话吗？自然。听闻京城人人称赞齐公子生的倾国倾城，我便想着来瞧瞧，公子是否真如仙人蝶凡。那姑娘见了，可有失望？美人如玉，死而无憾。我好像有点晕，我去透透气。我说过，这酒很容易醉的。人生能得几回醉？有这样好的酒，自然醉在当下。如花后杯酒梦不离，我有一段爱落款上将。你想吻我？可以吗？毫不遮掩内心欲望。这侯府假千金，倒与外界传言不同。霍将军，我们齐公子正在会客，您……你们做什么？霍将军未经允许就擅自闯入，是否太过失礼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不过是客人贪杯醉了，险些跌着，我不过扶了一把。你可知云小姐是我家将军的前妻？哦，是这样。不过既是前任，云小姐应当行事自由。霍将军这般气势汹汹，莫不是后悔了？既然他喝醉了，那便由我送他回侯府。霍将军是否太不把我当回事了？云小姐是我的客人，哪怕是当朝将军，也不能随意带走。好吵！霍将军，你也来喝齐公子的酒，他酿的梅子酒好好喝。云琪，你跟不跟我走？抱我。不过区区小宽，别以为他会另眼相看。谢谢齐公子的美酒，我改日再来。将军，我怎会在您的马车上？先前在树玉楼的事，你全部记得了？我只记得见了齐公子，他酿的梅子酒真好看。哦不，我是说齐公子很好喝。你去树玉楼做什么？那里可是你一介女子，半点不在意自己的名声。正是知道我才去的。将军休了我，我心中郁闷，找个地方买醉，不是常理吗？再说满京城人人传我生性放荡，就算去了风月所，又有什么所谓呢？他若真是放荡，又怎会还是处子之身？分明被满京城戳着脊梁骨的议论，偏要做出这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不过既然将军已经休了我，我与霍将军就是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将军管我去哪儿？还是说将军特意找去树玉楼，是因为我去见别的男人吃醋了？我不过是顺路罢了，想把你昨天落下东西给你。毕竟好聚好散，这么不起眼的东西也能找到，那就多谢将军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就不继续叨扰将军了。昨日那样亲密纠缠，我彻夜辗转难眠，他却好似浑不在意。你当真没什么话要对我说？我确实有话想对将军说。什么？我想说，若他此刻开口求我，或许我会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事。将军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你说什么？我如今身无分文，将军既然觉得我可怜，不妨用钱砸死我，我不介意的。你缺钱又如何见得到秦卓？京中人一掷千金求见他一面，都未能如愿。我见齐公子靠的可不是钱财，是才华。京中谁人不知，侯府千金是大字都认不全的草包，才华真是匪夷所思。走了。
你既已在我的车上，就用我的马车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将军难道没听过，一个合格的前任就该互不打扰？再说，休都休了，我也该和将军避先，省得影响将军再找第二春。昨日还靠在我身旁相守相伴，伏在我身前说做梦都想见一面，今日连坐我的马车都要避嫌，什么爱慕整整2年，果然都是这女人张口就来的谎话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三少爷他被夫人带走了，说是三少爷偷盗，要给三少爷用家法。走，这就回去。你生母虽然卑贱，但念你身世可怜，侯府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竟养出个偷鸡摸狗、不知廉耻的东西。不过3块芸豆卷而已。三少爷，今日厨房少了东西，有丫鬟亲眼见你昨夜进了厨房，那东西可是你拿的？是。丫鬟还说你出厨房后便去了大小姐那里，那东西可是大小姐指使你去偷的。东西是我拿的，但并不是大小姐指使我，是我自己吃掉的。偷吃祭祀的贡品，可是不敬祖先的大错，少说也要祠堂罚跪2日，禁食3天，你可要想清楚。贡品，来人，把东西呈上去。老侯爷生前最爱这口酸甜，我费了多大力气才凑够这24个，如今被人啃得只剩空皮。3天后的祭祖仪式，拿什么告慰祖先？这罪过你可担得起？我从未见过这些贡具，我去厨房拿的只是3块芸豆卷，去竹影轩是有事要说，贡具被人偷吃，我并不知情。三少爷，昨晚厨房关门时，这贡具还好好的，清早换冰时就被人偷吃了。此间进过厨房只有你一个人，不是你偷的，还能是谁？你这孩子素日克己守礼，想来不会贪这口金贵果子。你只需告诉父亲母亲，是不是云起让你偷的贡具？你若肯说真话，今日之事便与你无关。不是，贡具的事情我并不知情，更和大小姐没关系。他既想充英雄，那就家法处置，先打20鞭，再跪祠堂3日。怎样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否受伤，是否疼痛，这世上本就无人在意。真相究竟如何，同样也无人在意。住手！爹爹和娘亲这是在做什么？姐姐，三弟昨日偷吃了祭祖用的贡具，他却不肯承认。爹爹这和气得动了家法，是吗？若真是如此，还真是上不得台面呢。不是。不过我倒是好奇，昨夜云逸尘来竹影轩找我时，身上并没有贡具的踪迹，莫不是他在厨房将所有贡具都吃了？哼，许氏三弟从未吃过这等金贵果子，一时贪嘴。一口气吃完24个贡具，这是贪嘴？我看是会撑死吧。够了！既然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也不必来看什么热闹。待家法行完，此事就算过去了。此事虽与女儿无关，可女儿也想为爹爹分忧。查清到底是云逸尘不说实话，还是偷吃贡橘的，另有其人。女儿曾在医书上看过，贡橘性凉，大量食用后，若再食用生牛乳，就会腹痛呕吐，四肢厥冷。不妨让人拿碗生牛乳来给他灌下去。若是云燕尘腹痛呕吐，那便证明是他说谎。如此大逆不道，20鞭怎么够？我看至少要再打10鞭。若是没有，那便证明偷吃贡橘的人另有其人。你从前连3字经都看不进去，何时看过什么医书？娘亲若不信，大可喊府医来，问问是不是真的。传府医就不必了。不必了，娘亲如此振命，理应查清楚以正侯府家风。娘亲不愿叫府医来，难道是知道此事另有隐情？他向来连大字都认不全，怎么可能去研读晦涩难懂的医书？想来是故意诓我，叫我自乱阵脚。有何隐情？你既这般坚持，便传了府医前来，问问清楚。小姐所言确有此事。千金方中记载，贡橘性凉味甘，多食易伤脾胃阳气。若与生冷乳类同食，二者寒热相搏，轻则腹痛呕逆，重则气血凝滞。看来我记得没错，让穗禾端上来。喝。依正瞧着，他像是偷吃了24个贡橘的样子吗？
三少爷气息平顺，舌相淡红，苔薄白，并无食疾之象。共局之事恐怕另有隐情。既非他所为，必是厨房奴才监守自盗。即刻彻查厨房上下，抓住偷盗共局之人，杖责30后发卖。等等，医正方才提到舌苔颜色，我记得大量食用砂糖橘后，舌苔会染成橘黄色。方才我见妹妹说话时，舌苔倒像是染了橘汁般，该不会偷吃共局的其实是妹妹吧？我没有偷吃。你没有，那便把另一碗生牛乳喝了，一证清白。我不喝。妹妹已是侯府嫡女了，怎的还改不掉从前做奴婢时的习性？想吃共局直说便是，娘亲岂会不舍得给你？偏要偷嘴，还一口气吃个干净，这要让列祖列宗知道，得多寒心啊！够了，月儿是侯府嫡女，云奇，认清你的身份。不过一碗牛扰罢了，我没有偷吃，我喝就是了。不过是腹痛而已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月儿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好难受，想去净房。定是月儿从前没喝过生牛乳，身子不耐受。快扶小姐去净房，传医正，即刻去给月儿诊治。够了！就当共局是被野猫糟蹋了，往后谁也不得再提这事儿。还能不能走？能。那就跟我回竹影轩。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昨日去当了些首饰，就让穗禾采买了些需要的东西。他从前最爱穿金戴银，如今这素裙衣钗，倒是委屈了。今日之事，是主母设局陷害你。他想借你之手赶我出侯府，你不是很恨我吗？为何不顺着他陷害我，反而生生扛下这顿打？做了便是做了，没做便是没做，我不愿颠倒黑白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知晓牛乳与共局相克，且那牛乳发作的这般快。你不会真以为云溪月今日在人前失仪，是那生牛乳的作用吧？你该不会……我让穗禾去药铺采买药物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其中就有巴豆霜。我让他准备生牛乳时，往其中一碗加了巴豆霜。若云溪月舌苔上没有共局的颜色，我用那碗未加药的牛乳还你清白即可。可谁让云溪月偷吃了共局，还联合他娘想构陷我，我自然没有放过他的道理。怎么，觉得我坏？你向来如此。哼，别墨迹了，把衣服脱了。什么？我说脱光。你不脱光衣服，我怎么给你上药？再磨蹭下去，你背上的血迹粘在衣服上，撕下来的时候可是更疼。他这样高高在上只被人伺候的人，也会屈尊降贵帮我上药？不脱你就滚出去，届时你背上的伤口烂穿了，也和我没关系。抖什么？疼？好了。怎么，我好看的让你都挪不开眼了？你倒是喜欢自夸。我好心替你上药，你连句谢谢都不说。谢谢。不是谢我，仔细想想，你该如何称呼我？称呼？叫我想听。姐姐。谢谢，姐姐。你说，我们算不算有了肌肤之亲？他像个妖精，要将人吞吃入腹，还要让人心甘情愿赴死的妖精。乖，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姐姐送你件礼物。
今日在街上瞧见，就想起了你，想来你会喜欢。你看，这赤金爪扣是不是很衬你？还有这铃铛，每动一下就会发出声响，你戴上，我就能听见我的好弟弟有没有乖乖听话。这是狗链？不然呢？很难看出来吗？云起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你以为是谁都配拥有的吗？若是旁人想要，我还不给呢。我是人，不会任你呼来或去的。还是说，你又想用我母亲的下落，要挟我带上这个？我云起从不用强，你既不想要这礼物，那便滚吧。小姐，三少爷的伤是不是很严重啊？他走的时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。把这药送去他院子，扔门口就行。小姐，二小姐昨个闹了整伙肚子，听说人都拉得脱了形。夫人在她院里守了通宵，今早眼下可是一片乌青。鞭梢落在旁人家孩子身上，主母的眼神冷得像冰。自家女儿遭了罪，那慈母心肠倒比珍珠还真。还有呢？安远伯爵府送了集会帖子来，夫人把京城里最有名的几个裁缝都叫来了，说是要给二小姐做10套新衣裳，还遣了人去首饰楼打头面，说是二小姐3日后赴宴要戴。话本里云溪月在宴会上艳压群芳，博得郑国公世子青睐，在贵女圈站稳脚跟，一时间风头无六，原身落得个一命呜呼。谢灵宇那个大傻子回来了。小姐，谢世子怕是恨死你了。2年前他向您表白，被您当街一番羞辱，谢世子由爱生恨，后奉旨戍边，如今怕是对您恨之入骨。你去替我打听一下谢灵宇的行踪，详尽一些。是。云喜，我喜欢你。只有世间最优秀的男子才配得上我，你也配。世子，您要我打听的事情，奴才都打听清楚了，一点没落下。说，就和咱们回京时听到的一样，那位云大小姐根本不是侯府真千金。不仅如此，云大小姐下药设计定远将军霍萧，成婚第2日就被霍将军休弃。这个恶毒又倨傲的坏女人，2年前当众羞辱我，如今呢，声名狼藉，成了弃妇。我倒要看看谁还眼瞎喜欢她。小爷今天高兴，望春楼上下2层的酒水，小爷买单。真是迫不及待想瞧瞧那女人如今的落魄模样。多谢姑娘，举手之劳，不必言谢。这姑娘怎的在大街上就亮银带，还随手就给乞丐10两银子？孤身一人又生得这般柔弱，若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，还没见过京城哪家千金肯靠近路边浑身脓血的老乞丐。蠢死了，连身后跟了尾巴都不知道，基本的防备心都没有。算你运气好，今日遇上本世子。走。小娘子出手挺阔绰啊，不如分兄弟们一点酒钱。你们做什么？装什么糊涂？老子亲眼看见你给老乞丐塞了10两银，把钱袋子交出来，否则你若不愿意交出来，我们可要亲自动手搜了。钱在瓦上，想要自己去拿。公子，救我！这腰好细。臭娘们儿，敢骗老子，给我撕！谢世子，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遇上这尊煞神，跺跺脚就让京城抖3抖。世子爷，求您饶命啊！咱真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人，要是知道，给咱10个胆子也不敢赌人啊！意思是，换了旁人，你们就敢赌了？不敢，再也不敢了！滚！若再让我看见你们劫人，就把你们的舌头拔了，钉在城门口喂乌鸦。
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不小心崴了脚。笨，那你还能走路吗？罢了，好人做到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何处？我遣人送你回去。我叫齐云，家父是礼部员外郎齐明轩。今日出门是想往慈儿堂送些冬衣与粮食，结果路上丢了东西，又遇到劫匪。我的马车停在西街第2棵槐树下，公子能否派人前去告知一声？看着傻乎乎的，不像某个死女人。以后别在街上漏财了。你丢了什么？我把安远伯爵府集会的邀请帖弄丢了，不知世子可听闻此事？那帖子对你很要紧。此次竞卖会所得皆用于灾民，我也想尽份心意。在这等我。傻子，你拿我的去。世子把帖子给了我，届时你如何赴会？这你不必担心，我就说弄丢了帖子，让安远伯爵府再给我送一份就是。马车已经通知了，待会儿就到。多谢世子，世子真是个好人，长得好看，还这样善良。若没有世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长这么大，头一回有人这样真心直接的夸我。公子，马车来了。你若强撑着走，崴伤怕会更严重。要不我抱你过去算了。那便劳烦世子了。小姐，东西我没找到。无妨，方才遇到些宵小，幸得世子搭救，还把自己的邀请帖给了我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多谢世子。小姐，您的脚……我没事，我装的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不期而遇？所有的巧合背后都是精心设计。安远伯爵府的竞卖会必须去看看，就算谢灵雨日后得知真相也无所谓。反正我本来就是个坏女人。云溪，你这恶毒女人，竟敢陷害玉儿在人前出丑！等回来我非剥了你的皮！云溪，你好狠的心思，竟对自家妹妹下把刀，简直狼心狗肺！二少爷没听过一句话：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云溪月偷吃贡菊在先，栽赃嫁祸云逸尘在后，是他自作自受。再说，二少爷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下的药？就算是我做的，又如何？他害云燕尘挨鞭子，我让他泻一夜肚子，我还觉得手下留情了呢。云逸尘，从前你日日欺辱他是庶子，如今倒替他出头了，分明是嫉妒月儿夺走你的嫡女之位，虚伪。我乐意，一个冒牌千金，一个低贱庶子，天生就该抱在一起，互舔伤口，互相慰藉，不比二少爷生来尊贵。一个恶毒卑劣，一个身份低贱，的确恶心。我的确恶毒，因为我骨子里流着和二少爷不一样的血。可别忘了，我再恶毒，二少爷以前不也日日把我捧在手心？现在觉得恶心，那就去死吧。你来做什么？原来他是关心我的。你不是说需要人给你暖床？之前是需要，但现在不需要你了。我说过，我从不逼迫旁人。你既不愿意当我的狗，那就可以滚。我说让你滚。没想到侯府养了16年的嫡女竟是冒牌货，难怪行事蠢笨又跋扈，还敢干出给霍将军偷下媚药这种浪荡丑事，妄图嫁进将军府，真是痴人说梦。这种安家血脉的人，鸠占鹊巢，还恶行累累，如今被霍将军休弃，真是罪有应得。霍将军这般神色，莫不是在维护云溪？这个贱人，霍将军怎会看上云逸那种蠢笨女人？镇国公府谢公子到。啊！镇国公府的混野小霸王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听闻谢世子最繁文缛节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今日怎么这般给面子？谢世子从前最是爱慕云起，当众告白还被云起羞辱，莫不是为了他来的？他怎么没在？不是拿到了请帖吗？难不成是脚上崴伤还没好，行动不便？喂，礼部员外齐明轩的女儿来了吗？谢世子是不是弄错了？礼部齐员外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啊？什么？好热闹啊！是他。这声音
怎么和那天遇见的齐瑶这样像？等一下，云栖齐瑶，好你个云栖，竟敢把我当猴耍！妹妹，你也在这里啊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云姐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一个险些被逐出侯府的冒牌货，没有请帖竟敢擅闯安远伯爵府，就不觉得臊得慌？谁说我没有请帖了？我若没有请帖，又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还在这里嘴硬？安远伯爵府的请帖明明只给了西月这个真千金，你一个侯府冒牌货，你怎么可能有请帖？安远伯爵府的确没给我请帖，我的请帖是镇国公府的谢世子给的，是他邀请我来的。你有意见的话，不如自己去问他。谢世子，这怎么可能？世子爷一向对云姐恨之入骨，怎么可能还邀请他一起来伯爵府？云姐，你跟我过来。谢令宇，你弄疼我了。我弄疼你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云起，几天前在望春楼外和我偶遇的那个人是你吧？你费尽心机，又是蒙着面纱制造奇遇，又是假装柔弱被泼皮围堵，就是为了从我手里骗取请帖吧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竟然都没有把你认出来。没错，我是骗了你，那又怎样？我直接问你要，你也不会给我。云起，2年不见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比从前还丧身病狂。你，谢凌宇，你好吵啊！现在是不是可以安静了？你怎么可以？这是我的初吻啊！云起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哦，云起，你不许跑！我今天饶不了你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你都这么说了，不跑是傻子。世子，我可不是你。站住！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谢世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霍萧，我怕。你别太过分了！谢世子，即便云起做了什么惹怒你的事，她到底也只是一介柔弱女子。你当众将人强行拽到此处，又这般恐吓欺负，未免失了君子风度。是啊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我欺负她？霍萧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她了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刚到此处，就听见你说要取她性命，这还算不上欺负？我那是因为……京城人人都知道我对云起恨之入骨，若是被他骗得团团转，又被夺了初吻的事情传出去，我岂不是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？等等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云起给你下药骗你娶了她。这种恶毒又满嘴谎话的女人，霍萧，你竟然还护着她？我没有护着她，只是恰巧路过，就事论事罢了。顺的哪门下路，顺到这犄角旮旯的地方，我看纯属有病。云喜，今日置入我谢烈玉记下，总有一日，我会让你还回来的。你究竟对谢世子做了什么？我能对他做什么呀？还不是我在京城名声坏了些，但凡有人遇着不顺心的事，总要往我头上扣。既然知道自己名声堪忧，就该好好维护一下自己的名声。现在不比从前，你没了侯府的庇护，旁人也不会再让着你。这不是就有庇护跟着来了吗？不是说霍将军得知真相后对云起厌恶至极，才休了他吗？那为何方才也跟着离开？云起的请帖真是谢世子给的，看谢世子那样子也不像啊。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是你？明明我已经是侯府嫡女，云起不过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冒牌子，竟也会这样抢尽风头。哼！承蒙各位高门贵胄亲临，苏某代受灾百姓谢过诸位善心。诸位带来所捐出的器物已清点完毕，此次竞卖会位列前3的人，可获赠伯爵府珍藏瓷器、书画，成交价最高的捐品，其拍得者与捐赠者可择日择地小聚半日，周全这段惺惺相惜之缘。今日竞卖会正式开始，第一件捐品产自西域的流光锦，开始竞拍。50两，80两。听说云姬假千金身份被揭穿后，侯府虽仍收了她做养女，可早没了千金的待遇，就连贴身丫鬟也就剩1个。就她这捉襟见肘的窘迫样，能捐什么像样的东西来？又哪有钱参与竞购？不过是个小丑罢了。100两，200两，300两。恭喜云小姐获得拍品。喜悦，你方才拍下的珊瑚凝珠，足足比市价高了3成呢。这些拍品本就是为赈灾，多花些银钱就能让灾民多得些粮食，我觉得很值。喜悦真是心地良善，
可不是嘛，像西月这样才是真心为了救济灾民来竞拍的，不像有些人啊，想方设法混进这竞卖会来，实际上身上一个子儿没有，一样东西都买不起，不知道非舔着脸来凑什么热闹。就算是耍手段把青铁骗来又怎样？这落魄的坏女人能拍得起什么？不过丢人现眼罢了。是。云大小姐，我家将军说，您若瞧上什么物件，尽可出价。账房那边他会替您料理。要不说嫁人当嫁货销这样本身就很好的男人，不必了，替我谢过你家将军好意，顺便帮我把这帕子给货销。将军，云大小姐说不必了，让我把这素帕交给你。下一件竞卖品，羊脂玉三绝如意一枚。这不是永安侯府的珍藏，江南第一玉匠神功路的封山之作吗？西月，这羊脂玉三绝如意是你捐出的，这可是侯府的珍藏啊，你竟也舍得？姐姐怎么知道是我捐的？不只是我，整个京城都知道啊。当年你母亲得了这玉如意后，特意在宴会上向宾客展示，说要将它留作侯府传家宝珍藏。没想到你捐出这么珍贵的东西。西月小姐真是大气，这般心胸令人佩服。谁若能娶到西月小姐这样的贤内助，当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啊！各位谬赞了，不过是尽些绵薄之力罢了。同样是来自侯府，西月小姐捐了三绝如意这样的珍品，云大小姐又捐了什么？莫不是就带了个空荷包来行善吧？姐姐许是捐了什么实用物品吧？500两，600两，800两，成交。恭喜吏部侍郎之子周公子拍得此物。云芷，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我的风光。下面，本场竞拍会倒数第2件拍品，画作一幅，名曰《瑞凤衔珠图》。哼，什么瑞凤衔珠？分明是小鸡啄米，还是一只痴呆笨鸡。究竟是谁捐的？竟拿这种货色来糟蹋场子，这也配叫画作？还能有谁？满场就剩那位云大小姐的拍品没露脸，不是她还能是谁？旁人都捐名家墨笔，这个云起却捐出这般鬼话毒，还说什么瑞凤衔珠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这玩意儿白送我都嫌占地方，他倒好，还敢拿出来捐，得亏他现在不是侯千金，不然侯府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云逸小姐，这幅瑞凤衔珠图是你所捐，还是出自你手？是我。云小姐即便不舍得捐出珍藏，也可用寻常笔墨表意，这般实在有失对竞卖会的敬重。苏公子这话我不敢苟同。这场竞卖会的原意是让人买下捐赠之物，所得银钱用于赈灾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人肯拍，能拍出价钱，便是好的。就你这破话，扔大街上乞丐都不要，指不定还要踩2脚，谁会拍？既如此，便按流程办吧。这幅瑞凤衔珠图，起拍价就定为10文钱好了。云爷，10文钱都是抬举了，谁会看上你这破画？10两。这也太夸张了，坊间名家山水也不过5两，霍将军竟为这幅小鸡啄米图掷下10两白银。霍将军和云起毕竟是前夫妻，为了维护将军府颜面，也说得通。霍将军当真是个君子。500两，500两，这世道疯了！一幅小鸡啄米能值这个价？谢上子不是对云起恨之入骨，如何肯花如此价格竞拍？这可比西月小姐的3绝如意足足高出几倍啊！按竞拍会规矩，谢灵雨是想和云起单独见面，云起惹恼了谢灵雨，此番定是借此机会刁难云起。100两黄金。100两黄金？霍将军不会是被云起下降头了吧？110两黄金。这2位哪是竞拍，分明是来斗法的。将军和世子不会是在比拼财力吧？如此折腾，难道真是为了云起？云起，为什么你处处都要和我争？没想到我的画这么受欢迎，看来我就是被规格耽搁的画圣啊！云逸小姐，你还是少说话吧。你们不要再打了，我知道我的画惊艳绝伦，
但还是不要再争了。呸！这死女人还真会自卖自夸。要不是为了当面报复，谁要买你这狗爬的破花？真当我人傻钱多呢。霍将军，谢世子既对我这幅瑞凤衔珠图爱不释手，你便成人之美吧。你要喜欢，改日我再亲绘一幅蛟龙入海图相赠如何？还蛟龙入海，我看8成是泥鳅滚泥吧。恭喜谢世子以180两黄金拍下云起小姐这幅瑞凤衔珠图。为了今日竞卖，我准备良久，连最珍贵的3卷如意都拿出来了，如今却被云起凭一幅小鸡啄米拍出远远超于如意的天价，真不公平！小鸡啄米就够敷衍的，这又是谁啊？库房里积灰的茶饼也好意思拿出来竞拍？可不是，都发霉了也好意思拿来捐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起拍价2两白银。这茶饼呈深红色泽，表面有着细密的银白毫毛，绝非凡品。200两黄金。云大小姐，这竞卖会可不是玩笑，叫了价是要付钱的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就是要用200两黄金买这个茶饼。云起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这里是伯爵府，不是供你撒野的街头戏台。林小姐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且不说这茶饼已经发霉，就算是再好的茶饼，顶破天几10两银子，谁会花200两黄金买个破茶饼？再说，你如今身份，别说200两黄金，便是一锭银子都拿不出来吧？就是苏公子，云起这是拿我们大家当猴耍呢。先是打泛化充数，现在又无乱叫价，扰乱秩序。依我看，该把他赶出去，免得脏了这场善事。谁告诉你这是块破茶饼？难不成你还想说它是金饼？金饼？这茶饼可比金子金贵得多，用的是钱中秘境的雪顶崖，那百年古茶树只长在终年云雾缭绕的峭壁上，如今都已经绝迹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这什么雪顶崖，既然早就绝迹了，你怎么会这样了解？莫不是你信口胡诌的吧？信不信随你，你说呢，唐小姐？云小姐所言不虚，我先前只认出这茶是上好古茶，却没想到这茶竟这么珍贵难得。就算茶饼是好东西，你喊出200两黄金，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区200两黄金，云小姐如何出不起？我家齐公子说了，这是谢礼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来得正好。这是漱玉楼的李管事，听闻只听头牌齐卓差遣，怎会来此处？他给云逸送钱，他和云逸又是什么关系？林小姐，这下我该买得起了吧？听闻齐卓可是京城第一名人，连太子见一面都是难上加难，居然会主动为云溪送钱。云小姐自然买得起，真是没想到云小姐竟和名满京城的齐燕公子是好友，真是缘分啊！若非云小姐道破玄机，我等也只当这是块发霉的破茶饼。如此，这茶饼登归云小姐。本次竞拍会到此结束，名列前3的可获得伯爵府珍藏物品作为答谢。同时，恭喜云琪小姐成为本次竞拍最高价者。这茶饼究竟是谁捐的？在场的藏品不是都已经拍完了吗？这茶饼的捐赠者是当朝丞相裴宪。按规矩，我将安排云影小姐和裴相会面，小聚半日。居然是裴相，原来他苦心孤诣是为了裴相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云溪，你还敢纠缠裴相，真是恬不知耻！没钱花的无能狂怒，哎，不像我，只能看看上好珍藏。妹妹现在可是侯府宠着的千金，自然不缺钱，也不缺书画，我却落魄得很。我把妹妹那件也拿走，想来妹妹应该不介意吧？此时若与她相争，未免不大气。姐姐喜欢，妹妹赠与姐姐就是了。世子爷是男子，想来定有君子风度，应该愿意把自己那份让给我吧？随便你。对了，还没谢过世子爷慧眼识珠，重金买下我那幅瑞凤衔珠图，世子爷可别忘记带走啊！将军叫我来，是想和我说什么？齐卓为何送你1箱黄金？那日之后，你们还见过面？我与齐公子见了几次，将军似乎很是在意。纵是亲朋好友，又有几人肯赠送1箱黄金？他们2人，莫非真的关系匪浅？齐公子送我黄金，是因为我来伯爵府前，差人去漱玉楼送了封信，问他借黄金100两。那钱我替你还。那人不简单，你最好离他远些，
以免招致危险。为何？左右都是欠钱，欠他的与欠将军的有何不同？当然不同。我的钱，你随意挥霍都行，但若欠了齐然的钱，又算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好意提醒你，若不愿听，便罢了。还有谢灵雨、裴相的茶饼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将军到底是在意那黄金，还是在意那茶饼？一番逼问，倒像在审问犯人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这样想。那你拿我当什么？钱夫人，还是我？小姐，我听人说您上了这辆马车，您在里面吗？我在整理衣裳，先别进来。想在这里吗？小姐您真厉害，说拍下裴相的茶饼就真的拍下了，还把伯爵府的赠礼都拿了过来。云起，你不可以看别人。娘亲，都是月儿太没用了，无论做什么都比不上姐姐。这次你让我拿去捐赠的玉如意那般珍贵，竟比不过姐姐随手画的一幅画。您为了我的露面，特意买了绫罗锦缎，请来了妆娘。可姐姐一出场，所有人都只看她。月儿，别哭，谁挡了你的路，娘亲都会替你铲除。雪绒散还剩多少？回夫人，还剩1罐。自明日起，恢复云起以前府上一切用度，她喜欢吃什么，就给她上什么。是，夫人。公子，您安排的事儿都办好了。他今日还会来吗？公子，休息吧，您的腿该疼了。听闻云小姐今日上了霍将军的马车。公子，休息吧。我这就为您请大夫。不必，我要等他。你来了，你能来，我很开心。下这么大的雨也不好好躺着，腿不疼了？疼。云姑娘，你帮我看看，可好？可好些了。云姑娘妙手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公子念念不忘，我自然会来的。今日这膳食怎么这般好？夫人特意吩咐，从今日起恢复大小姐从前膳食，所以厨房自然上心。居然是夫人的吩咐。你先下去吧。萧兰说明知我与侯府并无血缘，又虐待她真正的女儿云溪薛2年，怎会像从前那般对我？此番定有他意。去拿一只银簪来。银簪？小姐，该不会是……小姐，这燕窝里……别慌，先吃其他的。这必然不是让人暴毙的急性毒，不管是让人痴傻，还是让人重病，只要日积月累下毒，必然查不出究竟。小姐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待会儿趁没人注意偷偷倒掉，别让人瞧见。找机会去厨房看看，探探嬷嬷口风。是，小姐。萧兰叔，咱们走着瞧。云小姐，齐公子已经在3楼等您了。你来了。昨日匆忙，我带了谢礼来，答谢公子帮我解围。瞧瞧，喜欢哪个？这些，没猜错的话，是伯爵府昨日竞卖会的谢礼吧？没办法，谁让我那么穷，买不起像样的礼物，全当借花献佛。公子不会介意吧？今日应该不会再有人闯进来了吧？若是我想要别的谢礼呢？这个。口有点干，想喝茶。去做吧。公子这腿疾是如何落下的？如今可是一到阴冷天就发疼。我这腿是寒痹症。我曾在阴冷潮湿不见天日的地方待了10年，寒湿入髓，经络阻滞。后来每逢秋冬，膝下便如坠冰窟。这些年来越发严重，才难以行走。京城众多名医都断言我这腿没得治，你也不必有压力。至于那200两黄金，就当是谢谢你陪我解闷儿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既然应下了你，便没有退缩的道理。何况公子的腿若真只是寒痹症，倒是好办了。哦，怎么说？还请给我些时间研究。常言有恩必报，公子用200两黄金救济了我，我必会想法子把公子的腿疾治好的。
昨日惨，今日怕是不宜。你不相信我吗？还是之前我说我能治好你的腿，你只当我在玩笑，逗你开心？我相信你，他的眼底没有同情、怜悯，甚至是小心翼翼的保护。你的治疗很有效果，你和我之前见过的那些人也都不一样。他的眉眼是那样明媚温暖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就算是飞蛾扑火，我也甘愿沦陷在他的火焰下。想什么呢？专心点。云姑娘至善至美，我只怕会配不上。配不配得上，我说了算。你就不怕我缠上你，日后甩都甩不掉？求之不得。阿川的好，我还要细细体味呢。这不是花重金买的老古董，怎的敲碎了？再贵重的物件，物尽其用才是它的价值。古书记载，这百年茶饼配以药物，再施以热敷之法，对寒痹症大有药效。原来他是为了我，却还在宴会上被那些所谓的名门望族羞辱。云起，其实我是……什么？若我说出真相，他是否会因为我隐瞒之事而疏远我？毕竟，皇宫内院向来是人心交炸，靠近我，就等同于靠近一切危险。是当今皇上的第7子，齐卓。我不是故意。阿卓藏得真好，腿上的伤，可是在冷宫所致。是，母后病逝后，我被陷害，在冷宫当了很多年，后来就……阿卓很辛苦吧？那时候是不是很疼？我第一次感谢这双腿，让我在云海中遇见你。公子，太子殿下来了，说是想见您一面。不见。可太子殿下此刻就在房门外。公子这儿可有别的门？若没有，我恐怕得跳窗了。不必。太子殿下想见都见不到的人，此刻我却坐在他的怀里，传出去，怕是要上太子殿下的暗杀黑名单了。胡思乱想什么？殿下，草民真的没有说谎，我们公子当真在屋内会客。他不是从不见客吗？如何今日破了例子？这位姑娘对公子而言很是特殊。姑娘，她一个不管男女，只要是人都厌恶至极的人，竟然也会和女子单独见面。那姑娘究竟是何人？是永安侯府的小姐。原来如此，姑听说永安侯府寻回了失散多年的千金，听说那姑娘温婉知礼，心地善良。是之前那位？你说的是前不久刚被霍将军休弃的那个毒妇？我对阿卓用心良苦，没想到却是个人人含虾含沙的角色。唉，真是不公啊！我保证，明早起，京城无人再敢对你指手画脚。那些流言蜚语，我都会一一扼杀。阿卓当真为我这般，岂不是自毁前程？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你能开心。如此，便算结账了。公子，太子殿下留下食盒，里面是您爱吃的点心。此刻起身去了镜湖，还有云小姐也跟去了。云溪月，原剧情几日后，容妃寿宴，借机对皇后发难，太子受到连累被废除，云溪月借此上位，翻盘人生，所有人都成了踏脚石。这一次，走着瞧。云起，等我当上太子妃，看你还怎么和我争！多谢公子，小女子不慎。云起，怎么会是你？明明应该是太子。妹妹这么有心思来此地演戏，我当然也想凑热闹了。不过，这英雄救美的手段确实明显呢。殿下又不是像你，蠢得可笑。你滚开！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原来妹妹不想我扶住你啊！哎呀，妹妹可伤着了。我方才不过是同你开个玩笑，你怎的不抓紧我的手？可需要我为你请太子殿下前来？你敢推我！云溪，新仇旧恨咱们一起算。今日我非要你付出代价。妹妹，我不过是想扶你起来，你就算生气，又为何动手打我？他又玩什么把戏？明明躲过了，还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为何当众动手？仙仙，我想你了。
冥界，方才是他想将我家小姐推下湖，求你为我家小姐做主。你一个小小奴婢，如何知道姑是太子？蠢货！殿下，我有事。有事，殿下，下官先行告退。好痛，裴相，吹吹。云小姐，自重。裴宪，我想你了。2年前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裴相，我心悦你，你可愿收下我的心意？不愿意。裴某此生无意婚嫁，也不想与你有任何交集。裴相也说了，那是2年前，如今过了2年，我已经变了，我变得更好看了，裴尚看不出来吗？云小姐还请自重，若执意纠缠，莫怪裴某失礼。云小姐，此处随时有人经过。我才不怕别人看见，反正满京城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你，旁人见我这般纠缠，只会骂我厚颜无耻，断不会说裴相半句不是。云小姐若想觅得良配，不妨收敛行径。京中贵厩子弟无数，不必在裴某身上多费心思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云小姐，你我之间只是陌路。我买了裴大人的茶饼，大人可还欠我一个约会？云小姐择好时辰地点，裴某自会前往。真想看看，若将这冰清玉洁的裴相按在床榻上，会是怎样一副光景？去告诉刘嬷嬷，药量加倍。我等不及1个月了，我要让云奇尽快毁容。是。云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，这是霍将军送来的。将军说，这300两黄金，您要还给别人还是自己留着都可以，不用还给他。这枚你拿着，其他的收好。小姐，这……瞧你整日素的，拿去给自己置办些喜欢的东西，乖。小姐，今日我去厨房探了探，厨房管事嬷嬷似是真不知下毒的事。我还看到刘嬷嬷趁人不备，在小姐的闪石中偷偷撒了好些药粉。你过来。小姐，放心。小姐，我听说3少爷这2日好像病了，今日厨房给3少爷送去的膳食都没动过。把食盒收起来，我去趟寒雾院。是。这么烫，今日我若不来，你岂不是要烧坏脑子？是。来。转身，别让我再说第3遍。你是不是真的很想死？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，就算要死，也别和我扯上关系。把身上擦擦，汗涔涔的，脏死了。死都不怕，还怕疼？你好敏感，是因为疼，还是因为我？过来吃饭。这是你的晚膳，你没有用晚膳。我不饿，而且我最近吃的多了，要保持身材。你胃不好，不吃晚膳会胃疼的，而且你已经很瘦了。你怎么这么烦？坐下来，陪我一起吃。好。我吃饱了。你要走了吗？怎么？不舍得我走？我不走，至少等你睡着了再走，省得你病死在这破屋子里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我要是睡不着呢？他会一直留下来陪我吗？
不睡觉，看我做什么？你来的时候喂了我水吗？是啊，洒得我满手都是。那你是怎么喂的？当然是我喝了含在嘴里，再一口一口渡给你的，不然你怎么喝到的？你到底睡不睡？再磨蹭我就走了。睡。深海而居，知晓其理。想来如梦佳期，若须曾经，虽似何夕？到天真无忧无虑，到晚床已经暖热了，这样你躺着就不会冷了。谁能笑容明亮一如往昔？你既不想要这礼物，那便滚吧。到并肩不离不弃，再多风雨何所畏惧？愿此间山有木兮，情有一座。这是什么？是你送我的礼物。我记得，我不是把它扔了吗？我捡回来了。什么时候？是二少爷去竹影轩寻你，你让我滚的那晚。所以我让你滚，你反倒摸黑钻去竹林里找链子。你找了多久？没有很久，1个多时辰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去找？你是念着这链子，还是念着想当我的人？好乖，你可想好了，这是你自愿带上的。我愿意。不听话的弟弟有惩罚，乖弟弟可以拥有奖励。当弟弟要有当弟弟的自觉，没有主人的允许就想讨奖励，也是要受罚的，懂吗？懂。今晚我允许你陪我睡，抱我回竹影轩，天亮之前自己滚回你这里，别被人发现。小姐，我找到了。小姐，今早厨房忙得脚不沾地，我趁机溜进刘嬷嬷屋，按您的吩咐取了药。百日红的花粉，百日红产于湿热山谷，花粉剧毒，接触或内服都可致面部发疹溃烂，果然是香会溶。小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那瓷罐里头还剩多少？大概还剩1指高度。以后照常，别引动他们的疑心，要让下毒的人以为我每天都把燕窝喝干净了。情况怎样了？回夫人的话，送去的燕窝，大小姐日日都吃得点滴不剩。那就好。明晚宫宴，云溪，我绝不会再让你抢去半分风头。这套衣裳真合我气质，明晚我定能一举夺得众人欣赏。小姐，听说大小姐不知发了什么疯，在自己院子里疯了般摔砸东西。听闻大小姐这几日足不出户，窗户都关得严实。她从前虽然也跋扈嚣张，可此番闹出动静，想来……什么？走，去看看。小姐，您消消气啊！姐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屋子怎的砸成这样？你来做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姐姐，你的脸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？几天前晨起，我脸上就突然冒出这些鬼东西，我才不得不闭门不出。本以为是累着了，谁知这几日经病越来越严重。云溪月，说，是不是你记恨我？那日你在太子面前出了丑，所以你故意报复我，害我变成这样。姐姐，你快松手！我真的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！云奇，你休得放肆！
你这又是在闹什么？好端端的，脸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娘亲，我脸上突然织起了这许多红疹，定是云溪月让人在我膳食里动了什么手脚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月儿怎么会？我纵然不是娘亲的亲生女儿，也是娘亲从小养在身边的，日日疼惜。您瞧瞧，女儿这张脸，如今变成这副鬼样子，娘亲，你真的不给女儿做主吗？侯府上下多少双眼睛盯着闪石，哪里轮得到你胡乱攀咬？我看多半是你自己不知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才搞成这副样子，还不让你的丫鬟把这里收拾干净。若再敢无端编拍月儿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娘亲至少也要让府医来给我治吧。我下午找了府医，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病症，我这才气得回来摔了东西。府医瞧不出，便说明不是大碍，过2日自然就消退了。你这闹的是些什么事儿？再敢胆大妄为，休怪我将你赶出府去。明明是府医庸碌，宫里太医医术高明，娘亲能不能带女儿进宫请太医瞧瞧？若是这些疹子消不下去，以后女儿还怎么见人？我不要活了！胡闹！你以为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宫里岂是你能随随便便去的？娘亲，明日参加姨母寿宴，便带姐姐一同进宫吧。若能请太医瞧一眼，也好让姐姐安心啊。月儿，月儿如今心思越发缜密了。云起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你得到报应，被全京城耻笑。娘亲，说到底，姐姐也是侯府养大的，与父亲母亲有养育情分。如今姐姐的脸变成这样，我也于心不忍。妹妹真是心地善良，从前我那般待你，真是狼心狗肺。以后我们姐妹好好相处。娘亲，你就答应看在妹妹的面子上，答应女儿吧。行吧，既然月儿求情，明日你就和我们一起进宫。谢谢母亲，谢谢妹妹。小姐，您的演技也太好了，要不是奴婢事先知道您的打算，也会被您骗过去的。这一招就叫请君入瓮。我呀，最喜欢看别人自讨苦吃了。娘亲，云起怎么还没出来？刘嬷嬷，是去催催，让云起即刻出来。误了进宫的时辰，有他好看的。这面纱是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妖艳做派？整日就知道在这些虚头卑脑的东西上费心思。娘亲，女儿的脸都成那副模样了，若不遮挡一番，岂不是失了侯府体面？你去后面那辆车，记住了，月儿才是侯府唯一的嫡女，你莫要越了规矩。女儿明白。这马车又脏又破，怎么能让大小姐坐？还真把自己当侯府大小姐了，不过就是个养女罢了，怎么能跟二小姐比？坐这种马车都算抬举你了。你这车夫是什么态度？大小姐她……小姐如今竟也学会忍辱负重了，真是成熟。什么低贱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要么滚上来驾车，要么你就再也不用上来了。是。这会儿换车怕是来不及了，小姐您先将就些。怎么回事？回大小姐，马车车轴漆子断了，得找根新木线换上才能走。可这附近……哟，云大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站路边干什么？云起，可算能一雪当日之然了，你等着。世子爷，我家小姐马车出了故障，耽搁下去怕是会误了进宫时辰。世子爷不如行个方便，捎上我家小姐一起。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怕耽误时辰，那就走着去呗。我算算，顺着这条路往东，穿过3条街就是宫墙，也不是很远。世子爷，您这话可折煞人了。真要走路，起码也要半个时辰。我家小姐身子娇弱，如何经得起这种奔波？她不是最有本事的吗？区半个多时辰的路而已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或者，你求我啊？若你能软言软语恳求我几句，承认你蛇蝎心肠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倒也不是不能让你上来。
幼稚！竟然敢说我幼稚！去路边寻块干净石头，我坐一会儿，误了时辰便误了，等车修好再走。是小姐。你确定不求我捎上你？他该不会是要打我吧？他这是在摸我。他的手好软，女孩子当真是水做的，腰又细，身上香香的，手也软。你做什么？世子爷身上落了片梧桐叶，我刚刚想帮忙取掉呢。这么紧张，世子爷该不会是以为我是要摸你吧？谁紧张了？还有谁稀罕让你摸了？自作多情的坏女人！还不快走！愣着干什么？小姐，咱们当真要在这里等着？别急，按我说的做。世子，您真就这么走了？不管云大小姐了？我管她做什么？这么快做什么？是要颠吐我吗？慢着点。想帮人家就直说呗，搞这么多花花心思，怪不得人家不喜欢你。你唧唧歪歪说些什么呢？世子爷，等一下！停车！怎么回事？世子爷，我家小姐说她知错了，不该回绝您的好意。小姐还说那日在伯爵府的事情也是她的错。你确定她真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不过小姐也说了，若您不信那就算了，反正她要道歉就只道这一次。小姐这会儿在前面一个茶摊等您，说想当面给您赔罪。罢了，既然她有心认错，那我就给她个赔罪的机会。世子爷，这地方空无人烟的，哪来的茶摊啊？确实，这鸟不拉屎的地儿，开了也没钱赚啊。阿福，我脖子上的平安扣不见了。啊，云小姐，你们世子另寻了辆马车，让我乘这辆马车进宫。这平安扣你总该认得吧？这下可相信了？是，云小姐。小姐，咱们真就这么走了？世子爷还在林子里呢。他不是说穿过3条街就是宫墙不远处，还说走半个多时辰全当锻炼身体。我这是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。小姐真不愧是小姐，管他将军世子，手拿把掐。毕竟，谁能忍心对着这样一个妙人说不呢？连辆马车都跟不住，当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娘亲，许氏姐姐坐的那匹马年迈，才走得慢了些。是镇国公府的马车，今日来的应是谢家那世子。月儿，你快过去打个招呼。娘亲，要我去打个招呼？镇国公是新谷之臣，谢氏更是百年望族，谢老夫人还是太后的亲表姐。那谢灵宇是谢府嫡子，又极受太后疼爱，这等身份，甚至比起宫里的普通皇子都要显赫3分。你呀，就得在这些人面前多露脸，明白吗？月儿明白了。说起来，云起那个蠢货，从前这位谢世子对他轻眼相将，他倒好，一门心思痴恋那位裴相，硬生生把谢世子得罪得彻底。那裴相又何曾给过他一个眼神？这2年，镇国公府戍守边关，与侯府断了往来。你若能得了谢世子青睐，日后必能有所作为。可是谢世子在内，前几日安远伯爵府的竞卖会，我曾见过世子，却未能攀谈。没想到今日竟在此处遇见世子，好巧。不巧，妹妹，又是我。云起，怎么会在谢世子的马车里？我的马车行至半途，车轴断裂，正巧遇上谢世子路过，他便将他的马车让给我坐。娘亲明明让人准备了破马车，他怎么会坐上谢世子的马车？而且谢世子还把请帖和马车都给了他。既然来了，还磨蹭什么？还不快跟上！又是这副冷冰冰的模样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采摘下，再狠狠蹂躏。只是买了裴宪的茶饼而已，也不能说明他还喜欢裴宪。云起，你把我骗去鬼树林，自己却坐我的马车进宫，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？还有，是不是你故意戏弄我，偷拿了我的平安扣，又使唤我的车夫？快点还给我！不是谢世子自己说的吗？区半个多时辰的路而已，多走几步就当锻炼身体。我这是为了你好。
原来又是云起的诡计。谢世子根本就很讨厌他。姐姐，纵然你曾与世子相熟，可你怎能这般戏耍世子？不仅骗了世子的马车，居然还偷了世子贴身的平安扣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姐姐，你给世子赔个不是吧？世子定会觉得我善解人意，对我印象良好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他骗我关你屁事？轮得到你插嘴？到底是真正的侯府嫡女呢？谢世子一点面子都不给。那云起再怎么厚颜无耻，与谢世子也是青梅竹马的情分，吵翻了天也是人家私事。他忽然插过去凑一嘴，能不讨嫌吗？是西月唐突了。什么东西？多管闲事！谢世子这是做什么？西域妹妹一片好心替你分说，你何苦这般尖酸刻薄？即便是不相熟的人，也该顾些体面。你也滚！我要干什么，还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？玉佩还给我，快！想要你来拿呀！你抢到了就是你的喽。你快点儿，还给我！那是谁？殿下，那便是侯府的假千金云起。京城之中对他的议论甚多，传言他心思恶毒，还下药胁迫霍将军，甚至多番纠缠裴相。四弟这般专注，是在瞧什么稀罕物呢？不过是看看殿内布置，皇兄多心了。云姑娘也来了。见过殿下。一个是下药有婚约的前夫，一个是痴恋多年未果的白月光，还有一个两小无猜又反目成仇的竹马。这混乱的关系有戏看了。我这弟弟齐卓情敌不少啊。你干嘛？不是你主动要牵我的。这女人倒是很有趣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荣贵妃娘娘驾到。你又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要玉佩吗？坐下来。我才不要和你坐一起。好吧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我待会儿就替世子扔了吧，不必谢我。世子还是想合作一起的吗？云起，你等着，等我拿回玉佩，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随你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今日是荣贵妃生辰，朕特设宴同乐，诸位爱卿不必拘禁，且尽兴畅饮，共贺良辰。谢皇上。平安扣还我。很生气。换你气不气？被人像傻子一样骗去树林里转了半天，害我走了那么久，热得要死。你干什么？看你一路过来绷得这么紧，像是累了，帮你按按腿。反正小时候我连你不穿衣服的样子都瞧过，你害羞什么？你少胡说。我没有胡说，我不过是好心帮你按按。哎呀，你怎么出汗了？要不要喝点茶？够了，你别弄了，好热，怎么这么热？一定是他在水里加了什么。怎么喉间像被掐住，身子都颤了？我肯定是中毒了。还生气吗？气什么气？你是我祖宗，行了吧？你又要对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一直问我要玉佩吗？我知道这是你娘亲留给你唯一的东西，我可是好好收着的，我帮你系上。算你识相，本世子大人有大量，懒得和你计较了。身上怎么这么香？腰又细，手又软，我这是掉进陷阱了。镇国公府那位世子，听说不是和侯府那位假千金闹掰了吗？瞧着感情还像是很好啊。到底是青梅竹马，说是闹掰，不过也就是小孩子吵架。谁不知道谢世子从前对云起有多好？喜欢又能如何？如今那云起成了假千金，名声差得满京城谁人不知。镇国公府怕是不肯让这样的女子进门吧？就谢家世子那脾气，他要是想娶谁，谁能拦得住？你脸红什么？我哪有？下次可别让我偷走了。我的心脏怎么跳得这么快？娘娘，那边坐着就是云起。承贺礼。首见镇国公府所献珊瑚雕蓬莱仙岛，祝愿娘娘寿比南山，福泽绵长。安远伯爵府献长寿赋画卷，
祝贺娘娘贺寿无疆，长乐未央。永安侯府进献千秋岁屏风，珍珠玛瑙镶嵌之百寿图。祝贺娘娘福寿双全，永享尊荣。礼部尚书所献合环东珠9颗，祝贺娘娘珠润玉泽，岁岁安康。这些寿礼，爱妃可还满意？皇上为臣妾亲手办寿宴，满殿珍宝皆是皇上心意，臣妾欢喜得紧。只是臣妾倒还对一件事很感兴趣，不知皇上想不想听？爱妃但说无妨。前些日子听闻安远伯爵府的记名竞卖会上，镇远侯府的女儿云起捐出一幅自己画的瑞凤衔珠图，被霍将军与谢世子高价争抢，最终谢世子以180两黄金拍下。今日云起也在寿宴上，臣妾斗胆求皇上开恩，不如让这孩子现场再做一幅画送臣妾，就当给臣妾的寿礼添个彩头。竟卖到180两，这画究竟是何等珍品，才能值此天价？云起我从小看着长大，他连3字经都念不顺，几时懂得书画了？若他今日在圣驾前出丑，便是触了皇家体面，皇上怒不可遏，定会将他拿下。云起，我看你这回怎么嚣张！你的报应来了，你就等着在大殿出丑，被下狱发配吧。竞卖上你不是很洋洋得意吗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得意。他不会真的当着皇上的面画画吧？这个笨蛋，大家都等着看他的笑话，他怎么全然不当一回事？万一皇上大怒，必将遭遇祸事。不行，他再怎么过分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啊！哦，哪个是云起？臣女云起见过皇上。你为何戴着面纱？回皇上，臣女近日偶感风寒，唯恐将病气传与诸位，故以纱遮面，还望皇上宽宥。方才荣贵妃所言可都是真的？朕倒也想瞧瞧，能拍出100两黄金的图，究竟是何神韵？云起，你可愿在朕与贵妃面前再绘一幅？不如待会儿趁机接话，替他推辞，就说他今日染了风寒，手抖得握不住笔。若勉强作画，怕是要污了圣颜。回头再回府请画圣林大师替荣贵妃另绘一幅，既不失体面，又能让贵妃满意。皇上，霍将军有何事？回皇上，那幅瑞凤衔珠图，其实是臣所作。霍将军，他为何这么说？那画出自霍将军，怎么可能？霍将军文武全才，怎么会有那等不堪入眼的画作？那幅画明明是云起画的，霍将军，谁人不知您文武全才，怎会画得出那等低劣执着的画作？莫非是霍将军为了维护云起，才故意认下？那幅画是臣与云起大婚之夜酒后玩闹时的信笔涂鸦。他将画捐去伯爵府时，是因为知道臣会将画拍下，只是臣来曾想到，镇国公府谢世子对臣这幅拙作青睐有加。不过，既然是赈济灾民的善事，臣也未再执着，便将画让与了世子。青睐有加，说的什么狗屁胡话？谁会看上那种画作？我又不瞎。霍将军成婚之夜竟也会如此玩闹，真是让人想象不到啊！怪不得云起敢在伯爵府赈灾时捐出这样一幅画作，原来是2人之间的相知默契。那谢世子在这其中又算是什么角色？人家夫妻俩心有灵犀，他又在那儿唱那跳的，原来是霍将军的大作，怪不得我当时从画中瞧着一丝铁血锐气，对这画顿觉敬意。等等，急躁了。若是霍萧所画，他不就不用现场作画了？云起，霍将军所言，当真如此吗？确如霍将军所言，霍将军画艺欠佳，臣女担心他的画作遭人耻笑，才谎称是自己所作，不想竟让贵妃娘娘误会了。听闻霍萧被云起下药逼婚，对其极其厌恶，怎的突然转了性子？既然是霍将军酒后随性之作，此事便罢了。云起，你不要脸，怎么好意思拿霍将军挡刀？皇上，臣女近来确实在研习丹庆之术，若贵妃娘娘不嫌弃，臣女愿当场为贵妃娘娘作画，作为寿礼。我的小祖宗，你消停会儿成吗？这可是在皇上面前，不是闹着玩的。真以为当众作画是邀功的美差，怪不得人人说他无脑，还真是蠢得可笑。皇后以为如何？这孩子既然有意，便让他试试吧。画的好坏是其次，难得他一片心意。画具已备齐，云起，你就开始吧。
底能不能行啊？瞧他一副故作高深的样子，不会真能画出佳作吧？怎么可能？云起一个胸无点墨的草包，我8成比小鸡啄米好不了多少。云起，我就等着看你待会儿怎么出丑。这个笨蛋，待会儿可要怎么办？身为大业长公主，居凤仪阁，掌天下图籍。3岁变墨，4岁绘图，7岁于太岳池畔即兴作画《百鸟朝凤图》，满朝惊叹。作画简直小菜一碟。皇上，臣女的画作好了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你休要拿小鸡啄米图污染皇上的眼。婉音姐姐，我相信姐姐，姐姐一定是当时画圣，画作一定惊为天人。云喜，你完了。妙妙妙！云起，你这画当真画得不错。臣妾倒想瞧瞧云起的画技。怎会如此？将画呈给皇后与诸位爱卿共赏。云影究竟画了什么，竟让皇上和娘娘如此震惊？这画妙啊，当真举世无双。想不到云大小姐画技如此巧策，谁说她胸无字墨的？传言当真不可信。到底画了什么，让他们都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云起不是辍学逃课样样不行，满京城都说她资质差，什么都学不会，她怎么可能画成这样？这画中瑞凤、孔雀与白色的鹿分明指的是皇后与荣贵妃，孔雀金鳞开屏宠冠6宫张扬盛态，白色的鹿素雅沃颜祥瑞而温柔，正合皇后母仪天下的象征。旁人如何猜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台上那3人的心思。皇上，臣女以这幅金鳞瑞鹿图为贺，恭祝荣贵妃娘娘寿诞。孔雀开屏乃盛世之兆，正衬娘娘风华绝代。白色的鹿衔旗是祥瑞之证，寓意娘娘福寿康宁。金与银毛相映成辉，取的是金枝玉叶福寿双全之意。愿此画能博皇上、皇后与荣贵妃娘娘一笑。若有笔法粗落之处，还望荣贵妃娘娘不吝指点。指点什么？皇上赞叹此画精妙，我若表现出任何不满，就是不敬皇后，必会招惹皇上厌弃。本宫竟不知你这孩子画工这般高超，画得好。难为你这孩子小小年纪，既有孝心，又见妙笔，当赏就赐你东珠步摇1只，和田玉如意1柄，另赏蜀锦10匹，送到侯府吧。多谢皇上，多谢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画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种本事？怎么，被我惊艳到了？该不会更喜欢我了吧？你怎么总是脸皮这么厚？谁会喜欢你这种坏女人？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这点度量，真是难登大雅之堂。皇上，妹妹寿宴已用过，贺礼已成，接下来该去揽鱼台祈福了。云小姐，先前曾和我见过吗？四殿下为何这么问？我与殿下应是第一次见面。是吗？可为何我觉得你很讨厌我？四殿下怎会这般想？我如今是侯府养女，若论起辈分，该唤四殿下一声表哥的。那便换吧。不是说该唤我一声表哥吗？这便换吧。表哥？凭什么？明明我才是侯府嫡女，明明该是我站在他的面前。不，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。姐姐，我同你一道上去吧。表哥，你也在这里。妹妹要和我一起上去，我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我一直很关心姐姐的，我不是还答应姐姐，等寿宴结束后，让娘亲替姐姐寻来太医，帮姐姐治脸吗？今夜风大，姐姐的面纱还须得记牢些才是。这云起
气也太丑了吧，怪得以纱遮面，原来是自惭形秽。他的脸怎么了？全是红疹，这也太可怖了，该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？快走远一点！你的脸怎么回事？将军不是不理我吗？我这去知会一声，但你先行离开，你等我给你寻个面纱来。不必，反正都已经被看见了，遮不遮的也无所谓了。随你。霍将军，都怪我，方才帮姐姐系紧面纱时手没抓稳，都是我不好。你真那么自责，就自去捡回来。霍将军，我有事与你说，操近点。那我去前面等姐姐。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亲我，这感觉像偷喝一口含在舌尖的热酒，清甜刺激。除了他，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这样做。我好像也愚蠢起来了。干得好！他是在奖励我，纵横沙场多年，从未有人敢这样对我。我还以为面纱下藏着倾国之色，结果这般丑陋，这疹子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不是有传言吗？说这位侯府贾千金生性放荡，还说感染了风寒。我看倒像是招惹了见不得人的病。幸好霍将军休得早，不然看着这张脸同他而眠，夜半醒来怕是要做噩梦。瞧瞧那位侯府正经千金，那才叫清秀可人，哪像这丑八怪。不管是白月光还是青梅竹马，只要他亲的是我，足矣。云起的脸怎么变丑了？前几日姐姐醒了，脸上突然多了这些红疹。这次我央求母亲带她入宫，也是想请太医瞧瞧，只希望别是什么恶性传染病才好。她平日嚣张跋扈，处处欺负你，定是遭了报应，活该。她配不上你对她的好。当众讥讽侯府千金，林小姐当真是名门贵女。臣女见过皇后娘娘，娘娘万安。免礼吧，你这孩子脸是怎么了？回皇后娘娘，臣女这脸是染了疾病。女孩子家脸上突然冒出这些疹子，心里肯定着急。等宴会后，我让太医来给你瞧瞧，你也好安心些。臣女多谢娘娘体恤。愿大楚山河永固，子民安康。愿地体安康，六宫和顺。愿皇上福寿绵长，愿臣妾常伴君侧。爱妃善解人意，今日你的寿辰，朕还有一份惊喜给你看看。好美！这是卑缩国进献的星宇昙花，朕特意命人准备，贵妃喜欢就好。好美的烟花，此景当真不错。好漂亮啊！这些颜色亮闪闪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烟花。原居请李荣贵妃借寿宴陷害打压皇后，此后帝后失心，太子也遭了牵连，我必须改变走向。皇后娘娘，臣女听闻卑骚国的烟花绚烂，但燃放时也可能有危险，您还是往后退些吧。你有心了。皇上小心，快救驾！皇后娘娘小心！爱妃你怎么样？传太医，快！云起，你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快给我看看。刚才若不是他将我推开，此时受伤的就是我了。母后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，臣妾肚子好痛，臣妾的孩子是不是？我的孩子！妹妹放宽心，太医即刻便到。孩子想来是保不住了，我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，必须走得有价值。皇后娘娘，刚才是您推了臣妾，臣妾才会直接摔下台阶的。皇上，您可要给臣妾做主。贵妃此话何意？皇上，这是您的龙嗣啊！贵妃，朕当时看得清楚，变故发生时，皇后被身旁的人推开，她与你相隔数步之遥，断无可能推你。许是你太过慌乱，才产生了错觉。刚才把皇后推开的人，竟是云起。参见皇上，快将贵妃抬去昭和殿诊治，用尽一切办法，务必保住贵妃和龙胎。遵旨，臣等定当竭尽全力。皇上，救救臣妾的孩子！爱妃放心，孩子会没事的。今日寿宴突遭变故，臣妾会将这里妥善安置。皇上且放心，去守着荣贵妃。你倒是说话呀，到底是哪里疼得厉害？好孩子，告诉本宫，你伤到哪儿了？
回娘娘话是膝盖。方才臣女见木片朝您这边坠落，只想着赶紧推您避开。不打紧，这点小伤顶多淤青几天而已，等我回去敷些跌打药便好了。瞧，你的脸都被弄脏了。刚才是你奋不顾身救了本宫，本宫理应向你道谢。晚些，本宫让内务仆去太医院取最好的金疮药和跌打膏，你带回去用。臣女多谢皇后娘娘关怀。这死丫头，竟让她捡了这种便宜，成了皇后的恩人，日后指不定如何叫嚣。不行，这份功劳必须算在侯府头上。多谢皇后娘娘挂怀，这丫头平日娇气得很，磕碰一下都要哭闹，不想今日竟有这般担当。想来定是平日里侯爷耳提莫名，要她敬重娘娘。待回府后，妾身必定让侯府最好的府医替她诊治，娘娘不必忧心。姐姐，你没事就好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别怕，本宫帮你将脸擦干净。来人，取些水来。这怎会如此？云奇明明中了雪溶散的毒，所以才会满脸起红纸，怎么会被擦掉？难道云奇根本没有中毒？一切都是在做戏给我看。云奇，你脸上的这些红疹是用颜料画上去的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娘娘，臣女这些红疹，你不必害怕，只管说出实情，本宫为你做主，断不会让人欺负你。娘娘，云起她这是……萧夫人，本宫是在问云起，没有问你。娘娘恕罪，妾身僭越了。回娘娘，臣女脸上的红疹是进宫前娘亲让我画到脸上的。娘亲说这是西月妹妹回侯府后第一次进宫，不希望我抢了妹妹的风头，所以就让我把脸画成这样。只是我实在不愿意这样的面目示人，这才找了一块面纱遮掩。没想到刚在揽月台和妹妹说了几句话，不小心让面纱吹走了，请娘娘恕罪，臣女并非有意欺瞒。京城人人称赞永安侯府夫人贤良淑德，爱女如命，没想到居然对养了10几年的女儿做出这等事，真是叹为观止。就算云溪月才是侯府真正的千金，但既然收了人家做养女，怎能如此差别对待？用丑化养女来衬托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做派当真下三滥。是我夺走了妹妹的宠爱，我不怪她。让人化了丑妆还不够，还故意在大庭广众下揭开云起的面纱，简直是心机恶毒。我没有。京城人人盛传云以生性放荡，恶毒跋扈，侯府真千金良善温柔，我看就是有人恶意散播谣言，想坏人名声。可怜的孩子，瞧你受了这些委屈，此前也不知遭了多少罪。你们母女贱不贱啊？什么良善之家，我看就是蛇鼠一窝。世子，你别这样说母亲和妹妹，都怪我，害他们母女不得团聚。这与你何干？又不是你非要做他家的女儿，你明明是受害者。为什么这一切都变了？我知道是母亲担心妹妹没有长得好看，怕我盛装出席抢了妹妹的风头。毕竟妹妹好不容易回府，那是难以自处。可我真的没想过和妹妹争抢。她从前定是被欺负狠了，真想给那母女胖揍一顿解气。皇后娘娘明鉴，从前我对云溪有多溺爱，满京城有目共睹。我视她如掌上明珠，怎么可能对她做这等事？这其中定然是有什么误会。从前云起是侯府嫡女，也是萧夫人唯一的爱女，夫人自然疼爱有加。可如今夫人真正的爱女另有其人，云起不过是与侯府没有血缘的养女，自然不被偏爱。此事原是侯府家事，本宫不便多说，但本宫只是想提醒萧夫人，大储注重礼教，膝下多了个女儿是福气，若不能一视同仁，又何谈子民安康？多谢皇后娘娘教诲，妾身定当牢记于心，好好教导两个女儿。今日宴会结束，便都各自回府上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怎么样？你还能站起来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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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祖宗你可别动了，我抱你起来成不成？我来。什么叫你来？我抱他走，送他回侯府。凭什么？我与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霍将军难不成比我和他更熟？她曾是我的妻子，那又如何？一日夫妻罢了。霍将军别忘了，成婚第2日你就把他休了，如今又装什么关切？谢世子早前不也四处放话，说对他厌恶至极，不久前还说要取他性命。谁知道你此刻究竟是担心他，还是想借机伤他？霍将军和谢世子莫要争执了，不如听听云姑娘的意思，看她更想让谁抱她下去。我可以说吗？当然。
那我要裴相抱我下去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好，合着我才是那个跳梁小丑，你爱让谁抱让谁抱，痛死你活该！小爷再也不管你了。那裴相你，臣不愿意。臣是文臣，体力不逮，此事霍将军比臣更合适。霍兄，裴宪他不愿意抱我，我好没面子。谁让你惯会戏耍他人？你活该！霍将军才不会理你。没关系，我比你更没面子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自己没面子了。裴相都拒绝了，霍将军竟然还愿意再把他抱起来，当真情深。霍将军到底是被这云起下了什么蛊，还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怎么这般有求必应？这哪是什么相看生厌？要我说，分明是情意绵绵，两心相悦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诸位都请回吧。月儿，走，娘亲带你回去。明明我才应该万人之上，明明他们羡慕的、争抢的应该是我，为什么云起你要一次次毁掉我？我不甘心。将军留步，云小姐，这是皇后娘娘让太医院准备的上好的金疮药，专治跌打扭伤，效果奇佳，请云小姐收下。请公公代我多谢皇后娘娘。昭和殿那边，容贵妃情况如何？云小姐，太医已在全力救治，只是贵妃娘娘腹中龙嗣。皇后娘娘无事就好。娘娘此番受了惊吓，晚间用些沉香也好入眠。如今局势扭转，皇后便不会因此事被削权，日后便是也有了靠山。方才我说要裴宪抱我，将军不生气吗？我看看你腿上的伤。那便看吧。好疼，下次我再也不要做这样的事了。刚刚还嘴硬说不疼，这会儿倒知道示弱了。这女人知道疼，下次就要好好护着自己，别再受伤了。将军是不是很担心我？只怪自己不能替我疼。别动，上了药就不疼了。做得不错。我想，我大概真的疯了。云起重新嫁给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好马不吃回头草。不高兴？我送你回侯府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。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听说你受伤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我这不是没事，别担心。你腿部有伤，我抱你下去。成婚第2天就休弃了姐姐，如今又跑来装模作样的扮演什么情深。霍将军与侯府并无任何关系，姐姐既受了伤，自由我来送姐姐回去。姐姐，从未听你提过有个弟弟。天哪，这是什么修罗场啊！小姐也太有魅力了。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云燕尘第一次主动唤我姐姐，确实悦耳。将军，你吓到我的弟弟了，弟弟抱。多谢霍将军送我回来。不必。被这烟花火药弄得浑身脏死了，我要沐浴。你回寒蝶院吧。知道了。小姐，我这就去准备热水。小姐，你的伤怎么样？齐公子晚间听说你受了伤，匆匆让李管事送来了药，据说是皇宫大内才有的上好金疮药。无事，
收下就好。小姐，温柔多情，冷面忠丑，青梅竹马，你更喜欢哪一款啊？小姐这意思是都喜欢吧？小姐，奴婢帮您把头发再擦干一下吧。懒得擦了，任它自然干就好。是，小姐。做什么？还是擦干些好，夜间冷，小心着凉了。以后在门外这么久，就为了进来给我擦头发？不是，我想看看你的伤是不是很严重。没那么严重，我是在装。不过你既然想看，那便看吧。疼吗？会不会好一点？因为它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我一定会成长起来，再也不让它受任何伤。继续往上。公子，云小姐已经回了侯府，咱们也送上了宫内上好的金创药，您就放宽心吧。今夜宴会如何？听闻宴会情况混乱，云小姐是为了救皇后娘娘才受的伤，而且侯府夫人和千金逼迫云小姐在脸上画满红疹，还让云小姐当众出丑，真是该死。好在皇后娘娘做主，云小姐已经安然回府。我不能再做一个废人了，我必须强大起来，才能护她安好。把玉佩交给太子，替我传句话。是。就说我答应他了，回宫。娘亲，这一切都是云溪故意的，他假意中毒，又示弱让我们带他进宫，再在人前诉苦，让皇后娘娘为他做主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娘亲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，二小姐，老奴当真是不知情的。老奴一直按夫人的吩咐，把药粉混进大小姐的燕窝里。后来二小姐传话，让加大药量，老奴也是半点不敢耽搁，每日送去竹影轩的燕窝，大小姐都是喝得干干净净。依你所言，那云奇莫非是百毒不侵？分明是你办事不力。难道有人来过？不可能啊！幸好小姐机智，你们这些恶人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日早上，老奴回屋后，感觉房间像是被人动过，可那药罐还在，药粉似乎也没少，老奴就以为是多心了。蠢货！既然察觉不对，为何不来禀报？脑袋是用来当摆设的吗？娘亲，别气坏了身子，这都是云溪诡计多端，也不能全怪刘嬷嬷。够了，你们都先下去。如今云奇在皇后面前露了脸，攀上了靠山，我们必须想法子趁早解决他。娘亲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月儿不必担心，娘自有办法。娘亲，听说大哥这几日要回京了，他会喜欢我吗？月儿放心，燕州自小聪慧重礼，你这般乖巧懂事，他会爱护你的。云奇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侯府嫡女。小姐，你花1000两金求购的货物就是这个，看着奇奇怪怪的。这可是好东西，有价无市，而且大有作用。想不到小姐竟为了齐公子这般费心，看来霍将军和谢世子要伤心了。小姐，此次二小姐丢了丑，他们计划落败，要是夫人在暗中陷害，可怎么办？那想来又有好戏看了。小姐，听说大少爷今日已到京城，夫人那边张罗着要设接风宴，还请了京中不少名门贵眷。那倒是热闹。大哥回府了，此番大哥轻舟治水有功，我担心夫人会借大哥的事对你不利。怕什么？来一个收一个，来一双收一双。倒是你这几日伤口可好些了？姐姐的药很好，已经无碍了。过来，我看看。恢复的不错，晚上来我屋里有奖励。好。燕州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娘亲一直想着你。这母亲挂念了。月儿见过大哥。
回来就好。怎么不见云奇？她一个养女，如今住在西苑竹影轩，就不必过来了。你要有事，让人换她来见你就是。不必，儿子自去看望。大少爷，大小姐近来的动向全记录在这上面了。如今大小姐在府里处境微妙，夫人那边……我知道，她的错是侯府教养的失职，即便不是亲生的，也是我应当守护之人。七弟，你当真愿意回宫？皇兄，我在冷宫10年，如今我只想护住一个人。云喜。是，既如此，3日后便可入宫面圣。多谢皇兄。侯府大少爷云彦州，他做了什么？回公子，云少爷暗中派人查探了云小姐的底细和近来诸事。皇兄，这位云大少爷，你可了解？云彦州，此人表面温润如玉，实则心思深沉。在青州治水时手腕狠辣，连当地豪强都惧他3分。他若要对云溪不利，我不会让他得逞。来了，姐姐，打开看看。这是母亲当真是自愿离开的？比起报仇，更重要的是你能过好当下的人生。你若想去找你娘，我可以帮你。谢谢你，姐姐。乖，你相信我就够了。我相信姐姐。喜儿，许久不见。大哥安好。几年不见，喜儿出落得越发好了。听说妹妹近日在宫中颇得皇后娘娘青眼，还在荣贵妃寿宴上献画，当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大哥谬赞，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。彦州，这丫头如今可出息了，连我们这些长辈都不放在眼里。娘亲这话从何说起？女儿对娘亲一向恭敬有加，只是娘亲似乎不太领情。大哥，姐姐如今在府里，一切都好，不必挂心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来，今日共饮此杯，愿往后和睦相处。大哥深夜至此，有何贵干？琪儿不必这般戒备，母亲和月儿的事，我都知道。哦，那大哥会赶我出门吗？胡说什么？你是我的妹妹，从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大哥说的是真的？大哥何曾骗过你？那大哥证明给我看，证明大哥不会不要我。怎么证明？我想要大哥抱抱我。不许胡闹！大哥不愿意便罢了，我知道我不是大哥的亲妹妹，大哥并不是真的在意我。卓儿，7年了，你终于肯回来见朕。儿臣有罪，让父皇挂念。是朕愧对你，你腿疾未愈，日后朕定会为你遍寻名医诊治。谢父皇挂怀，儿臣的腿疾有名医诊治，不必劳师动众。那就好，即日起朕便封你为齐王，赐府邸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父皇，永安侯府小姐云起与儿臣有恩，儿臣想为她讨份恩典，望父皇成全。这孩子当真不错，当日还救了皇后，理当封赏。永安侯府云起品性端方，聪慧过人，忠勇可嘉，深得朕心。今特封为家下郡主，赐金册金印，享正2品俸禄，另赐东海夜明珠10颗，南海珊瑚树2株，蜀锦白匹，金银玉器各20件，以彰其德。臣女云起谢皇上恩典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嘉善郡主，这可是正2品的爵位，云起究竟是为什么？郡主如今身份贵重，夫人往后还当多加照顾。是，臣妇当善待郡主。小姐，听说齐公子不是七皇子昨日入宫面圣，被封为齐王了。他如何改变主意了？
小姐，您早就知道齐公子是皇子？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对我来说，都一样。小姐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云小姐，齐王殿下今夜设宴，特邀云小姐过府一叙。好。你来了。齐王殿下，这身打扮倒是另有一番风味。我回宫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从前我是个废人，只能躲在树玉楼里。如今，我想堂堂正正站在你身边，护着你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阿卓，不是废人，你是我在这京城里最信任的人之一。之一？怎么，阿卓吃醋了？是，我吃醋，但我也知道，你这样的人本就不该被一个人独占。阿卓，真是越来越懂我了。今日双喜临门，一是青州水患已平，百姓安居；二是朕的妻子齐饶归朝，朕心甚慰。众卿共饮此杯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臣妾听闻永安侯府云奇不仅画艺超群，还精通医理。前些日子，云奇还给齐王殿下治腿疾，不知效果如何？哦，云奇，你还会医术？回皇上，臣女不过是在医书上见过些方子，恰好对齐王殿下的症状有些用处，便斗胆一试，不敢称精通。云小姐过谦了。不过，臣妾倒是好奇，你这医术是从何处学来的？据臣妾所知，侯府可从未请过女医教授。回贵妃娘娘，云起自幼顽劣，连三字经都读不进去，更别提医书了。臣妾也不知云起这些本事从何而来。云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云起的医术是儿臣亲口所求。他在书玉楼时，见儿臣腿疾发作，便主动翻阅医书，四处求方，甚至花重金购买珍稀药材，只为替儿臣减轻痛苦。这份真心，儿臣敏感五内。若有人借此生事，便是与儿臣为敌。皇上，臣也能作证，云奇却从未害过人，反倒是有些人表面良善，背地里尽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臣亦愿为云奇作保。皇上，臣女确实不曾系统学过医术，但臣女自幼爱看书，无论经史子集还是医卜星象。至于旁人信不信，臣女并不在意。哈哈哈，好一个不在乎！朕喜欢你这般坦荡。贵妃可还有疑问？皇上，臣女有罪，愿当众向姐姐请罪。何罪之有？臣女回府后，母亲为了让臣女在宴会上出彩，曾命人在姐姐的闪石中下药，想让姐姐毁容。臣女虽未参与，却知情不报，愧对姐姐，求皇上责罚。皇上明鉴，臣妇从未。母亲，女儿不能再昧着良心了。这些日子，女儿夜夜难寐，一想到姐姐差点被您毒杀，女儿心里……好一招弃除保帅，云溪月，你倒是长进了。萧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饶命，臣妇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你在云奇闪石中下药，让他险些毁容，又逼他化妆进宫当众出丑，桩桩件件，岂是一时糊涂能解释的？萧氏心肠歹毒，残害郡主，即刻逐出侯府，列为庶民。母亲，别怪玉儿，只有你倒了，我才能清清白白的活下去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妹妹方才那一招用得不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早就知道大哥查清了真相，所以提前把自己摘干净，还能博个大义灭亲的好名声。云溪月，你比你娘聪明多了。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不会认输的。这世上没有永远的赢家，你今日能踩着你母亲上位，明日就会有人踩着你上去，好自为之。小姐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当然是找乐子了，吃吃喝喝，
日子怎么开心怎么玩。你这坏女人，就不能正经点？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姐姐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你还没说，你到底选谁？选？我为什么要选？你总不能都要吧？为什么不能？我知道你们的心意。霍萧，你冷面热心，明明休了我，却一次次护着我。谢灵雨，你嘴上骂我坏女人，却比谁都心软。阿卓，你为我走出冷宫，重回朝堂。弟弟，你为我戴上锁链，甘愿为我低头。你们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同的东西，我没办法选，也不想选。你们愿意留就留，不愿意就走。我云起从不强求。我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小爷给你耗上了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姐姐，我永远都是你的人。小姐，您今天可真是威风，4位公子站在您面前，一个都不敢走。小姐，您到底喜欢谁多一点啊？他们都是我的心头爱，但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全部。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。小姐，您真厉害。姐姐，我来暖床。进来吧。你说这京城的雪好看吗？不如姐姐好看。嘴越来越甜了。那永安侯府云骑容貌倾城，才智过人，引得定远将军霍萧、镇国公世子谢林宇、齐王齐卓，还有他那庶弟云彦辰4人争相追逐，却无一人能独得芳心。这正是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恶女训狗美名传。这云起可真了不得，4位公子啊，那是何等的人物，竟都对他死心塌地。可不是嘛？听说4皇子也对云起青睐有加，我看怕是竞争激烈呀。这才是真本事啊！这什么破话片子？什么叫恶女训狗？谁是恶女？谁是狗？与你无关。你世子不必动怒，这书上可没写你的名字。你姐姐，铃铛响了。乖。走吧，陪我去看雪。好。这京城的雪，果然比画本子好看多了。